胖东来办到了。于东来坐进总理座谈会，一家不上市的小超市凭什么站上国家议事桌？一家开在河南3线城市的超市老板跟中石化董事长平起平坐，坐进了总理座谈会的前排。7月13日下午，央视新闻联播镜头扫过去，眼尖的网友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于东来，胖东来创始人，穿着他那件标志性的酒红色 polo 衫，坐在总理对面，还发了言。跟他同席的是谁？中国石化董事长侯启军，山东重工董事长王志坚，中科曙光总裁厉军。一个是开超市的，3个是搞大国重器的。这画面放在10年前，你敢想？但很多人想问，凭什么是于东来？凭什么是胖东来？胖东来发端于河南许昌，门店不多，长期克制，跨区域扩张，目前只在许昌、新乡有14家门店。论规模，胖东来在中国超市 TOP 100里只排第9。论门店数，连永辉的零头都不到，那他凭啥坐进去？凭的不是规模，是另一头东西。7月9日，商务部召开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2度点赞胖东来经验。4天后，于东来本人坐进了总理座谈会。从商务部到国务院，半个月内被国家连续看见，这信号已经不能更明显了。于东来走的是一条跟主流商业世界格格不入的路。不上市。2026年2月，于东来在社交平台明确宣布，胖东来永不上市，不是暂时不上市，是永不。他给胖东来划了4条红线：一是永远坚定学校的性质；2是最高管理层60岁前必须退出权力岗位；3是永不上市；4是完成规划样本目标后停止规模扩张不扩张。2025年3月，他公开表示要把全年销售额控制在200亿元以内，理由居然是员工太累了，别人拼了命要冲规模，他拼了命要踩刹车不内卷。胖东来不靠低价竞争，不靠营销套路，就靠真诚做事。价签上直接标注采购价和毛利率，用极致透明建立消费信任。这套打法在同行眼里叫堂吉诃德式的美好经济学，好听但不赚钱。但事实呢？2026年上半年，胖东来集团累计销售额139.55亿元，同比增长24.23%。时代广场店一家就卖了32.26亿元，稳居单店之王。更扎心的是另一个数据：2025年全年人员流失率仅为1.05%，零售行业平均流失率多少？30%到50%是常态。员工税后平均月收入逼近万元。2025年全年，基层员工税后平均月薪9886元，店主约4.88万元，店长高达7.81万元，1.05%的流失率加近万元的月收入，这2组数据放在一起，整个零售行业都得沉默于东来。用一句话拆解他的商业逻辑：去地，你对员工好，员工对顾客好，顾客对社会好。翻译成人话就是钱给够了，心就稳了，心稳了，服务就好了，服务好了，顾客就来了。别人把员工当成本，于东来把员工当资产。这次座谈会，总理强调了几个关键词：释放内需潜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还有一句特别值得琢磨 ：DAS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企业叙事主角基本来自北上广深、长三角、珠三角，以全国性互联网平台和央企巨头居多，创新焦点也多聚焦于高端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等硬科技领域。于东来的出现，说明一件事变了，服务业的创新价值也被重点关注了。胖东来提供了一个从供给端入手的思路，过往促消费多以发消费券、给补贴等需求端刺激为主，而胖东来证明了一件事：提升商业供给质量，优化消费体验，重建消费信任，同样能激发消费，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才是稳住消费大盘的底层逻辑。当下中国经济最迫切的命题之一是如何把稳增长和惠民生变成同一件事，而不是相互取舍的两难。于东来用30年的实践回答了这个命题。当很多企业高杠杆扩张，全国圈地、上市融资，靠压低员工工资和压低商品价格建立竞争力时，于东来选择给员工更高收入、更好的福利，对消费者保持最大的真诚，对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很多人曾经认为这样做成本太高，不可能长期成功，但胖东来用持续超越预期的业绩回应了所有质疑。善待员工，尊重消费者，坚持长期主义，不但不会亏钱，反而会赚更多。7月13日那个下午，于东来穿着酒红色 polo 衫坐在总理座谈会的前排。
它不是靠规模做进去的，也不是因为资本市场表现或某项尖端技术，它靠的是30多年坚持做一件笨事，把人当人，把员工当人。所以 1.05% 的流失率，把顾客当人，所以139亿的销售额，把供应商当人，所以零回扣的供应链。这次座谈会，于东来代表的不是一家店，是消费这台中国经济主引擎的一个具象样本。当一家开在河南地市、永不上市、不搞扩张的超市老板被请进总理座谈会发言，这说明国家开始重视另一件事：经济不只是冰冷的数字，也可以是有温度的。